嘿，那就是 A 什麼？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研究一個話題，就是這種打法真的沒有看塔方法嗎？對，那其實是什麼樣的打法會讓我提出這樣的疑問？那就是我們熟悉的遠程攻擊拉距離英雄 Starter Attack 跟這個魔彈。因為眾所周知這種拉距的英雄，如果他不停的射，然後不停的拉距的話，基本上是很難貼身的。如果大家有看我以前的一些比賽的話，你可以看到，每當我超蟲準備跳過去抓他的時候，他都會直接用這個 Starter Attack 或者是魔彈直接把我射下來。那這個是我們用超蟲戰士或者是用非 Meta 英雄的玩家所要面對的事情，就是會不停被對面用 Starter Attack 射下來，或者是魔彈射下來。那如果大家有看我以前的影片的話，我之前就研究了用這個鳳凰來反這個遠程攻擊的設計那但是隨着這個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人都懂得怎麼反我這個鳳凰的反擊，所以導致現在鳳凰已經很難用來反這個 Starter Attack 跟這個魔彈。那其實他們只需要按一下防禦鍵，基本上就可以把我的鳳凰的那個攻擊全都无效化。那所以的話，我就發出了疑問：究竟這個 Starter Attack 跟這個魔彈拉距離的打法是不是真的沒有這個看塔手段？那其實我可以先給個答案，就是不是，就是我們還是有方法可以看塔這種打法的。那我們用什麼英雄？那我先賣個關子，因為這個只是我一個猜想而已，它的那個實用性我還沒有得到那個驗證。那但是我可以給個提示，這個英雄其實也是遠程英雄，而且他在發這個遠程攻擊的時候，他有一個非常高的機動性，而且如果那個遠程攻擊打中敵人之後，敵人還會跪地。對，那這邊我就給這個提示吧，那大家可以猜一下，究竟我說的英雄是哪一隻？對，那我們就留着下個月的直播，就是大概9月份的直播吧，就來跟大家驗證一下這個打法究竟能不能完美的看塔這個魔彈跟這個 Starter Attack。對，那因為如果我能克服這個問題的話，基本上實力就會大大的提升不少。因為現在如果大家有看我影片的話，我最大的一個難題就是1奧丁龍捲風，2就是這個魔彈跟這個 Starter Attack 的遠距離拉扯。那基本上如果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話，之後的比賽都會打得非常之順利。對啦，話不是說我們來到這個跟這個遠程攻擊打的這一場比賽，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了。那其實這個比賽還沒有用我剛才所說的那個戰略，但是的話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打這個 Starter Attack 其實也是會陷入這個非常之被動的一個狀態，就是我很難主動去攻擊，因為每當我主動去衝過去的時候，都很大機會會被對面的 Starter Attack 射下來。對，那就是現在我所面對的問題，所以呢，我的走位要非常謹慎。OK，這邊抓到，直接給他黑毛 combo。那因為這個玩家那個遠程拉扯雖然非常之厲害，但是我覺得也算是一個玻璃大炮，就是抓到你就會給他非常致命的輸出。但相反，如果抓不到的話，就會讓他無限的拉扯到 DT 也說不定。那個就是現在打這個 Starter Attack 或者是打這些遠程英雄的最大的那個難題就是你抓不到，你就會讓他拉扯到死。OK， 這邊的話我們嘗試一下用這個技能來抓他吧，因為來到技能階段，那這邊呢他已經開了 SD， 那我們就小心點，因為你可以看到他是把這個冰披風裝在身上的人，那我們這邊要做的事情是先把他冰披風逼出來，然後我們的進攻才會變得比較順利，不然的話就像有一個東西不停的卡着我們，不能做一個非常大膽的進攻。OK， 他的 SD 開了，那我們就小心一點，我們就哎呦，這邊我沒想到我會直接用這個絕招來給他一個致命的一擊，那這邊直接丟披風，那可以的，這邊這個僵屍衣服配這個能源披風非常順利把他技能消掉了。這邊的話其實我們跟拿下這回是沒區別的，因為現在對面的冰披風已經被我消掉了一半，所以的話我們就不用再怕他有冰披風作為這個反抗手段了。哎呦，這邊的話其實有點急了，這邊直接丟了2招技能，那我們的技能全都清空了。那其實這邊呢，我們就放了一個非常致命的事，就是想着快點把它收掉。那但是大家知道，剛才那個消技只是把對面技能消一半，所以說他其實還有這個反抗手段的，因為他的技能有很大就已經存好了。这邊的話，我們嘗試把它抓住。那如果抓到的話，我們就可以拿下這回的比賽了。